小哑巴，学校不刚发工资吗？你怎么又吃着临期的面包啊？宝宝生下来以后还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我现在能省就省，反正临期的面包也能填饱肚子。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帮我跟学校求情，我也没办法在学校休学打工。你看你这么拼，孩子他爸爸呢？他怎么会知道孩子爸爸是谁？他连他睡的男人是谁都不知道。小哑巴，你让我们好找啊！今天学校有大人物要来，校长特意嘱咐呢，要保持校园整洁。怎么偏偏把你这个脏东西给拉下来？给我带走！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他！你们放开他！看，你们！为了不影响学校形象，你这个未婚先孕，连孩子父亲都不知道是什么，就好好的待在厕所里。我的肚子好疼，他流血了，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一个哑巴而已，善命一条。要不是我爹心善，他怎么有机会跟我们做同学？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把手给我撒开，别挡着我们去迎接恒泰集团总裁的入宫。你们两个把门锁上，别让他出来扫了大人物的兴。副总，你要给学校捐赠好几栋大楼的事啊，学校传遍了。你现在呀，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名人，我们已经把你的名字和你照片撤了。是吗？那间花架子，校长还是留给别人吧，我不需要。哦，明白明白。宝宝，妈妈对不起你，不能让你平安的来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你到底是谁？如果你还在这个世上，就来救救我和你的孩子吧。是谁在说话？我的肚子，这声音好耳熟。我不是来卖的，我只是想要救你。
厕所里有人。你没才跟我说把那哑巴关到厕所里了，要是被副总知道学校里藏着这么个败坏风气的学生，估计捐款的事儿就泡汤了。厕所荒废很久了，没人的。是他，副总。surprise！ 简金啊，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呢，我们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一定要收下哦。没礼貌，连句话不说就抢走。哦，忘了，你是个哑巴。我们给你送礼物，你就应该感恩戴德的接受，怎么能转身就走呢？我们一起来玩个小游戏吧。这样，你只要从学校门口走出的第一个奶奶面前，亮出这个牌子，这个礼物才算完整哦。我不做，我要回家。你要是敢拒绝我们，你们的父亲可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开除你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条珠子是干妈特意为你求的，说是能助你找到姻缘，诞下子嗣。我对女人过敏，医生已经下了确诊通知书了。这玩意儿，哎，我不需要。伯母也是一番好意，那不管医生怎么说，你让干妈高兴高兴。再说了，这东西万一哪天有效了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带上。哎，你。来了来了。下车的居然是副总，恒泰集团创始人。走。哎，你怎么回事啊？走路不长眼睛吗？哎，老傅，这个女人碰你居然没事。这下有好戏看了。听说副总不喜女人，而且道德感极高，还有洁癖。要是被这么个小哑巴就这样冲上去，那个贱女人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没想到堂堂的京都大学
竟然有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傅啊，他这种人，是你可以凑下来的吗？对不起，先生，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你是个哑巴？你很缺钱是吗？唐宁，给他一笔钱。不是吧，老傅，你吃错药了。这种女人一看就很恶心，你管她干嘛？以后你缺钱就找他，不要做这种惊艳自己的事情。我家又不是收容所。闭嘴，我们走。原来世界上也有这种好人。真信，到底使了什么狐媚子手段勾引父子，竟然让他对别人跟你这么像？6条。西服。哎，糊了！哎，清一色。哎，什么烂牌这是？舅妈，能不能给我一点钱？我想去看医生。还敢要钱？我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原来有你这么丧心！我滚，有多远死多远去！拿点钱，留着看病去。来，不打了，去吧。哎，小阿强，你今年有20了吧？以后嫁去我家，给我家生个大胖小子，我们老李家绝不会亏待你的。刘婶，我可以自己去医院的。哎，小贱人，你小跑不是？你舅妈可刚刚以10万块钱的价格把你卖给我家当儿媳妇了。我不去，你儿子是个傻子。你个小贱人，我还没嫌弃你是个哑巴呢，你还敢嫌弃我儿子？走，等你给我儿子生米煮成熟饭了，我看你老不老实，给我走！啊！你个小贱人，你个有老娘！你看老娘不弄死你！你们这是干嘛呀？赶紧给我追啊！请助理开车。上车。上车。不是吧，老傅，这丫头一看就目的不纯。反正她要上车，那我就下车。那你下车吧。你
秦特助，帮唐医生开下车门。这是干妈让我给拿了抗过敏药，说是能治你的过敏。老傅啊，老傅，以前怎么不知道这么重色轻友呢？这个才是过敏药，那个却是催情药。老傅，老傅，等等啊，老傅！谢谢，我不渴。我怎么这么热？等一下，你要是想那个，你可以让你助理给你找个女人。出去，出去！哎呦，唐小少爷呀，你怎么能把催情药给副总呢？这下来不及了，副总已经吃完了。那个，我不是卖的，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副总跟人下了药，但是呢，他又对女人过敏，唯独对您不过敏，所以只有您能救他了。那我要是不救他会怎么样？性命不保。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况且他是好人，被他睡总比被舅妈卖掉强。If you wanna feel loved, come out with me. I just want the company, and you do that perfectly. This is bliss. Please, this is happiness. Oh, please, to have something to me, and this is bliss. Please, this is happiness. Oh, please, to have something to me. And I know it's far too forward to say I love you. 唐景说的对，你果然目的不纯。虽然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给我下的药，但是我已经不打算追究了。我没有下药，我不是来卖的，我只是想要救你。你会说话？既然不是卖的，那你为什么不拒绝？装哑巴，博同情，真是好手段。这是我助理的名片，想要多少钱，直接告诉他。
这是你朋友的佛珠，可不可以替我还给他？这天大的便宜，也算让你吃上了。我没有给他下药，我是为了救他。不是，你在瞎比划什么劲儿呢？哦，要钱，要钱是吧？也是，像干你这行的嘛，视钱如命。老傅他没尝过女人的味道，所以多的钱算是给你的小费，辛苦了。但是以后别再缠着我兄弟。唐医生，等等，怎么了，美女？这是我在房间收拾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是谁的。是你的吗？房间里还有人吗？没了。难道是我错怪她了？她不是那种女人。同学们，刚才呢，我们讲完上节的课以后呢，接下来请看大屏幕，咱们看看我们的定数啊，定数3。怎么办？我怀孕了，可是我没有钱打掉这个孩子，怀着这个孩子我还怎么读书啊？简庆呢？简庆，简庆呢？那个死丫头在哪儿呢？这里是课堂，你们是谁的家长？这么没有礼貌！什么礼貌不礼貌的？我告诉你，简庆这个书啊不读了，我现在就带她回家嫁人。那死丫头在那儿，给我让开吧你！走，回家。我不去，我不去嫁人，我要上学，只有上学才有出路。什么他妈出路？怎么打人呢你？啊，老子给你脸了是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把这个书读出来，能找到什么工作？人家老王啊，家里刚拆迁，只要你嫁过去，那给30万的彩礼呢。没有你们这样的家长，居然拿孩子的前途换钱。老师，您就别管了，简青他巴不得嫁人呢，就算他努力了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赚个30万。这位同学啊，真是太有远见了。你这辈子读不读书也就这样了，那嫁人家老王就不一样了。虽说老王岁数大呀，但人家有钱呐，你这后半辈子吃喝不愁了，这玩意儿还能害你不成？就是，你看，赶紧回家。走。怀孕了啊！你这死丫头竟然怀孕了！人家老王因为他是个厨才愿意出30万的，这外表看得那么清纯，没想到都是孩子他妈了，真是人不可貌相。说，孩子他爹是谁？那个野男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是哪个男人，你就跟他上床，真是个不要脸的贱蹄子！哎呀，估计呀，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知道是谁的，玩的真花。对啊，怎么会怀孕呢？真是不知羞耻哎！30万的，我的30万的！你想读书是吧？老子看你大了个肚子这么多，以后休想再花老子一分钱！走走。
老师，求您不要开除我。这事啊，不由我决定，毕竟学校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样吧，你先把孩子打了，我替你向学校求求情。爸妈离世的早，这个孩子是唯一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了。不，这个孩子我不能打掉。老师，我休学吧，等我把孩子生下来，我就继续念书。就这样决定吧。副总，这个学生已经被我们学校开除了，未婚先孕，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我劝你呢，还是别管了，免得惹一身骚。难道是我那次？副总，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道德败坏、不知廉耻的学生毁了我们清华大学的名誉。副总，今天不是要谈捐款的事吗？滚！这小丫头营养不良，再加上腹部受了重击，胎儿保下来不容易，以后需要好好调理调理。我明明给了联系方式，他为什么不来联系我？被我撕掉了。你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当时以为这个女人跟别的女人都一样，就图你钱。但是作为你的好兄弟，作为咱妈的干儿子，我肯定要为你把关啊！我也没想到他一分钱都没收。他没要钱，也没有联系秦助理，那他为什么给我下药啊？那个药也是我下的。你下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要给你拿抗过敏的药，那谁知道我拿成了催情药？再说车里他黑我没看清楚，那个催情药也是保姆给的。我没有下药，我不是来卖的，我只是想要救你。原来他真的只是为了救我。你没事吧？是你来救我了。奇怪，他明明没有说话，为什么我能听到他的声音？所以他真的是个哑巴，而我能听见他心里想什么。对，我来救你了。我真的没有骗你，我不是买的，那是我的第一次。是你助理说你被下药了，只有我能救你，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我想让你帮帮我，可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算了，他又看不懂手语，他只是孩子的父亲，我跟他之间只存在这一种关系，我干嘛说这些呢？先生，我身上没有钱，这个病房看起来好贵，我还不起。这钱你不用还啊，你肚子里怀的可是傅家的子嗣，你放心，整个傅家不会亏待你的。再说了，整个恒泰集团都等着这位小继承人出生呢。唐景，你跟我出来。
老傅，你叫我过来，不会是想收拾我吧？要不等简小姐病好些再收拾？不想被收拾，那就帮我找几个人。你说，他在学校一直被人欺负，受的伤害不小。你把这几个人带到我面前来。可以啊，老傅，现在开始护犊子了，还不快去 ？OK。妈，你给我找的那串佛珠，是从哪儿求来的？是找了一位得道高人，听说他的东西特别灵，这串珠子呀，只要戴上就能保证你多子多福。我花了好大的价钱呢。难道真的是那串珠子搞的鬼？怎么，你给妈找到儿媳妇了？你个死丫头啊！出这么好的病房，你有这钱怎么不说拿出来孝敬孝敬你救救我呀？我没有钱，我生病了，是孩子父亲把我送到这儿的。孩子的父亲，那个野男人出现了。简青啊，那个野男人到现在才出现，那明摆的就是不靠谱。这么不靠谱的人，你跟着他干嘛呀？现在反正你也没上学了，我看就做个引产，然后再做一个修补手术，你还是可以嫁过去的。他再怎么不靠谱，也比你们靠谱。我看你是太久没吃老子的拳脚了啊！敢这么跟我们说话？两位家属，病人需要休息。休息什么休息？我是他舅舅，我现在要带他回家。走。你们，我不去。你不是我舅舅，你只知道拿我去卖钱。我没有你这样的亲人。哎，你个死丫头，你油盐不进是吧？啊！今天我非得把你肚子里这个孽给打出来！打！我打！你个住手！不能这样打病人！去你的吧！我打！打死！肚子里的孽种给打出来，打死他！打死！副总，不好了，简小姐出事了。脸都丢尽了，这个贱蹄子！打，横着打，打死！打！是那个王八蛋！是什么东西敢动我的女人？嗯？哎，真女人？没事吧？哦，原来就是你这个小白脸儿搞大了我外甥女的肚子呀！哎，你还敢踹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这个小贱蹄子的舅舅？这个世上还有不顾外甥女死活，执意殴打的舅舅。我看你这个舅舅当到头了。他是老子养大的，老子想怎么打他就怎么打他，关你这个外人什么事儿啊？既然她是你的女人，那我外甥女现在怀了你的孩子，你得给我30万的彩礼，不，60万，区60万，你就把他给卖了。哎呦，你小白脸好大的口气！你有60万吗？哎，简青啊，你可得拎清了。这个男人要是真的有钱，早就带你去过好日子了，把你带回去吃香的喝辣的，怎么会让你休学去打工，这面黄肌瘦的，我妈看着呀都心疼。你心疼？你
有什么脸心疼？我现在这样，都是拜你所赐。谁脸不要脸，赶紧跟老子走！谁敢动他？副总，我们来晚了。哎呀，这么多保镖。哎呦，你要有钱你早说嘛！什么60万呢？姐青10岁的时候，他父母就没了，我和他舅舅把他拉扯大的，这吃喝的花了我们不少钱，至少得500万。你们把我爸妈的保险金拿走，还卖掉了他们留给我的房产，说好了抚养我到大学，可我上学的钱是我卖纸壳打零工攒出来的。你们还不给我饭吃，不让我进屋，让我在外面冻了一天，伤成哑巴。原来俺以前过的是这种生活。这个小贱人，说这么多干什么呀？嘿，不过幸好他是个哑巴，翻译成什么样，还不是都我们说的算。说，这位有钱老板，可能啊，你不懂手语是什么意思，我给你翻译一下啊。姐青说，只要你给我们500万的彩礼，他才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否则就把这个孩子打掉。秦特助，把这2个人拉出去，他们怎么对简青的，双倍还回去。最好啊，这只手也要。不是，你们不能动我们，我们是简青的长辈。有啥好说？别打人了，别打人了！别打了，别打了，简青啊，再帮你求求情啊！别停！青青，你以前吃的苦够多了，以后我会把你接回傅家，从此以后你再也不用受苦了。我真的没有给你下药，我那天真的是想帮你，不信你可以问你的助理。我相信你。真的相信我吗？我不想让你以为我是那种为了过好日子所以缠上你的女人。简青，只要是你，我都相信你。老傅，干妈来了。你就是怀了我们傅家子嗣的那个小孕妇？听说豪门家族对待儿媳都很严格，更何况我随便怀了傅家的子嗣，他会打掉我的孩子吗？听说你还是个小哑巴。可怜的孩子，你的事情呀，唐景都跟我说了。你放心，你已经怀了我们傅家的子嗣，就是我们傅家的人，以后啊，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你舅舅舅妈也别想再欺负你。干妈听说你怀了老傅的孩子，高兴的合不拢嘴。老夫人并没有责怪我，还愿意为我做主。以前舅舅舅妈一直视我为拖油瓶，灾星。第一次有人因为我的出现而惊喜。谢谢老夫人。不用客气，我还得感谢那位大师，
多亏了他的佛珠。佛珠，完了，我把佛珠丢到了学校洗手间，那串佛珠肯定价值不菲。妈，那串佛珠被我搞丢了。搞丢了？你这孩子，明明是我弄丢的，他居然为我顶罪。不行，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是的，老夫人，那串佛珠是我弄丢的。丢就丢了。那串佛珠啊，把你带到了傅家，它已经发挥了它的用途。你呀，才是傅家的宝贝。该我了。可，那串佛珠一定很贵吧？不贵，也就几百块钱。老傅家果然财大气粗，几千万的东西说成几百块。真的？你小子现在才找到我儿媳，为了惩罚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对我们减轻有求必应，衣服、裙子什么的都要你来洗，包括减轻身边的精细活，要你来干。明白。真是疯了！老夫什么时候干过这些？居然就这么答应了？我们减轻怀孕呐，已经很辛苦了。从今天起呀，你就只要做个开开心心的小孕妇就好了。行，那你照顾好减轻，你就先回去了。오랜 시간 속 어느새 변해버린걸 모든 기억이 네 모습이 선명해 조금씩 모르게 커져버린 비밀 습관처럼 붙어있던 날들 난 의미가 필요해减轻，这些都是我特地从老宅筛选过来的仆人和金牌营养师，特地为你服务的。原来怀了傅家的孩子是这种感觉。为了这个金疙瘩的出生，给足了所有的宠爱。可是，这样的生活又能维持多久呢？简青，等孩子生下后，你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他怎么会这么想？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不被重视吗？妈，都是关于孩子的，关于简青的呢？还要你说啊？简青，跟我来。下去吧。来，坐。这些呀是家里的房产，我已命人全都过到了你的名下。这个呢是刚收购的商场，你身子不方便，让韩生代为管理，所有的收益呀都会打到这张卡上，你想怎么用啊就怎么用。还有这些也都是你的，知道你今天出院，所以提前准备了，看看喜不喜欢。哎呦，这咋还哭了？我本以为我的一生都会被嫌弃，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把我放在心上。妈，他这是感谢你呢。不用感谢，你是我们傅家的儿媳，我拿你啊跟韩生一样的疼。老夫人，
这是唐少爷给夫人送来的擦伤药，每天1次，按时涂抹在伤口上。擦药的事啊，以后就你负责了。不用，我自己来就好。那怎么行？你的伤口都落在后背上，自己擦药不方便，让韩生帮你擦。这不太合适。那有啥不合适？他是你老公，帮你擦药，那不是天经地义吗？是吗，韩生？是，我要是不帮你的话，肯定要被我妈好一顿收拾。要不我还是自己来吧，真的不用麻烦你。我们是夫妻，以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如果这都难为情，等你生下宝宝以后，我该怎么照顾你啊？可以让家里的女佣人来帮我。妈为了先让你适应适应，已经给家里的佣人放了1天假。家里除了我以外，可没有人能帮你了。我的心跳得好快，感觉快要蹦出来了。真是越紧张越乌龙。简青，不用紧张，我们是夫妻。你好好休息，我出去一趟。真的是妻子吗？他真的愿意让一无所有的我嫁给他吗？欺负嫂人找到了。简青啊，过几日韩生要举办一场宴会，我帮你挑了几条裙子，你选一条去参加。宴会，我也要去吗？可我只是个哑巴，也没有见过世面，去的话只会给傅家丢脸。他们对我这么好，我还是不要去了。老夫人，商业上的事我不懂，傅总的宴会肯定很重要，我还是别去了。宴会哪有你重要啊？你是这家的女主人，你不去谁去？看看喜欢哪一条？这条确实淡雅漂亮，可我怎么觉得那件红色的更适合你？
我们减轻皮肤白，穿红裙子更衬肤色。这条裙子真好看，可那么大的场合，我一个小哑巴，还是不惹人注目的好。太高调了。我们富家人做事一向高调，就这条了。哇哦，这个酒店装修可真豪横啊！要不是有以梅带我过来，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来进这里一步。没见识。这家酒店啊是富士集团旗下的，副总从来没有邀请过任何女人，这一次啊亲自邀请我们以梅，那肯定是看上我们以梅了，而且啊仅仅2个宴会名额，以梅啊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了。以梅，你要是成了总裁夫人，可一定要提醒我。放心吧，你们跟了我这么久，我怎么会把你们给忘了？等我当上了总裁夫人，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们一口汤。哎，你们简青那个穷鬼为什么会来这个宴会？我说呢，怎么把学校的工作给辞了？原来是找到肚子里野种的爹，来过好日子。但是，简青啊。这才几天没见，就长本事了。见到我们这几个老同学，也不来打声招呼。他怎么好意思来打招呼呢？一个女大学生攀上了一个可以当自己爹的土大豪，传出去啊，都笑死人了。我看那个男的估计已经有孩子了吧？当小三儿滋味怎么样啊？仗着有点姿色就想攀富贵，我听说老顽人那方面不行，需要吃药才能解除，你一定会遭罪。你还敢打我？以为有老人罩着就能爬上上层楼的圈子了是吧？我告诉你，穷人就是穷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死哑巴！以梅可是副总亲自邀请过来的，副总从来不跟任何女人亲近，这一次啊亲自邀请以梅，那就说明以梅以后可是集团的总裁夫人，而你连以梅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你这个乡巴佬知道副总的名头吗？那可是整个江城的太子爷，得罪了他的女人，你就是有10条命都不够赔。我没有，我不是，你们不要再说了。以梅，刚才他把你手弄疼了吧？那我们先好好的教育教育他。小三就是小三，终究上不了台。今天我就替天行道，把你肚子的野种给打了。可他背后有人啊！总伙，出了什么事儿？不是还有我吗？还敢反抗？看我怎么打烂你的脸！在老傅的地盘也敢撒野，我看你们是活腻了。你敢踢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管你是谁啊！他妈给我滚蛋！保安，保安干啥？他妈站着吃干饭的呀！把他们3个全赶出去。唐少爷，干不了，他们都是副总亲自请来的贵宾。这位可是我们副总亲自邀请过来的校长千金，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瞎了你的狗眼！一会儿我就告诉副总，看他怎么收拾。哦，原来是你们3个。好啊，那我看你们如何演一出好戏啊！再看你个总裁夫人如何大放异彩。等着瞧吧，我们走。嫂子，你没事吧？我答应老夫要照顾好你，但是我还是来晚一步。谢谢你，我没事儿。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先过去，我一个人可以的。行，嫂子，那有什么事给我发信息。那我先走。听说这次是副总专门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举办的宴会，不会是为了公布未来的总裁夫人吧？如果是我该多好！醒醒吧，谁不知道副总天之骄子，这么多年来一点绯闻都没有，估计是到了结婚的年纪了，想才动动名媛千金李选夫人吧。那我可得好好表现表现，即使不能被选中，能让副总多看一眼也是好的。雨梅，你可真幸运啊，能被副总看上，还亲自邀请你来参加宴会。什么？亲自邀请？副总什么时候邀请过女人啊？那就说明我们以梅的身份是未来的总裁夫人呀。这怎么来了个大肚婆啊？这是哪家的夫人？她算哪门子夫人啊？充其量算是个小三，未婚先孕的女大学生，怀了已婚老男人的宠，在我们学校啊，名声都臭了。小三儿啊，怪不得年纪轻轻的怀着大肚子，估计是想逼宫原配吧。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来的宴会，连宴客底细都不查清楚的吗？这个女人啊，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还是个哑巴。要不是上了老男人的床，这辈子都进不了这种上层圈子。原来是个残疾人啊！真不知道他背后的老男人是怎么下得去口的，怕不是他使了什么狐媚手段吧？副总来了！副总，我是沈家千金，我爸爸是博大商场的老板。副总，我是陈家的千金，我爸爸是申以新能源的总裁，与你有合作。我是丰科房地产千金，副总。
一梅，副总上面等你了。副总，不好意思，周小姐，副总对女人过敏，我们也是为了副总的安全着想，不是什么女人都能近他的身。林特助，这张地毯价值多少钱？这张地毯是由美国拍卖会所得，由意大利设计大师亲手制作，价值400万美金。4这个字啊不吉利，给周小姐打8折。哪有那么多钱？没钱没关系啊，签下欠条可以慢慢还。真以为自己得到了副总的青睐，我看啊是想攀高枝想疯了。副总对他根本没那意思，还说自己是未来的总裁夫人，真是小子。副总，那你请我过来是什么意思？听说副总最讨厌身边的人穿红色了，这丫头死定了。谁让他闯进不该闯的圈子，也不知道他背后的男人是谁，估计要一起遭殃。原来傅寒生不喜欢红色，是我触犯到了他的禁忌，那他也会像收拾周以梅那样收拾我吗？啊，是犯了副总的禁忌，还打碎了副总最爱的藏品。我听说这如意瓶价值3000万呢。他家这么穷，估计打工打到130岁也还不起吧。副总，这个女人也打碎了你的花瓶，是不是也该赔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过来。我不是让童姐照顾你吗？怎么还受伤了？秦特助不是说副总从不近女色，这摸他脸什么意思呀？是他干的。秦特助，收拾干净。干什么？Starts with one. All I know. 他这什么关系啊？这什么情况啊？ So unreal. 副总，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夫人打碎我家的花瓶有什么问题？整个复式都是她的，就算我夫人想烧了整栋别墅，那也是她喜欢。什么？太太？她居然是副总的太太？那她肚子里怀的是傅家的子嗣喽？你刚刚问我叫你过来是什么意思？当然是为了教训你。刚才你打了我夫人几巴掌，我已经还给你了。但是你打人的这双手，得给我废了。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是你夫人？他明明是个哑巴！敢动我们的夫人，找死！
也罢，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拉下去，撤掉他父亲的校长职位，彻查他们家关系网，全城封杀。至于他，这双腿也给我废了，然后赶出江城。明白？带走。不要，不要！诸位，这位是我的夫人，以后见到她就像见到我一样，谁再敢欺负她，后果就会像她一样。听清楚了吗？清楚了，清楚了。他居然当众宣布我是他的太太，原来这才是被人爱着的感觉。周一梅这个贱人，差点害死我！亏得之前我们对他这么殷勤，还以为副总真的行。现在怎么办呀？要是简青告诉副总我们也欺负过他，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我爸知道我要来副总的宴会，还交代我要打好关系的，我可不想跟周以梅一样的下场啊！怕什么？简青是个哑巴，副总都看不懂手语，他的手机还坏了，他拿什么告状？副总，我们是简青的同学，我们关系很好的。是吗？当然了，我们学时关系特别好，我们很照顾他。照顾？你们把厕所的拖把水倒在我的身上是照顾我？你们往我裤子上倒红色的墨水是照顾我？你们用胶水涂抹在我的嘴巴上、头发上是照顾我？原来他在认识我之前遭遇了这么多痛苦的霸凌。简青，你不用这么感谢我们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既然你们这么照顾我夫人，那我也送你们一样东西。谢谢副总。副总，我们家是做广告的，一直想跟你合作。我们家是做家居行业的，也希望跟副总您合作。既然你们这么期待，那我就满足你们的期待。钱助理，彻查他们公司的流水，调查他们公司所有底细，凡是有违法行为的，一锅端了送去警局。至于他们，开除学籍，赶出江城。副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我夫人做了什么？虽然我夫人不会说话，但是也不能由得你们胡编乱造。动了我的人，这个就是下场。拉出去！副总，原来这次宴会是特地为我举办的，给我挣名分，还把那些欺负我的全给收拾了。傅寒生，你对我这么好，我越是依赖你。我跟你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我该怎么办？坚强，你是我夫人，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人，所以大胆的依靠我吧。都怀着孕呢，怎么还穿高跟鞋啊？今天是你的宴会，我担心穿得太随便了会给你丢脸，而且这跟也不高。
芊芊，你是我的妻子，无论你穿什么，都改变不了你的身份。以后我会永远在你身边。哎呦，宴会上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干得好！不愧是我的儿子，颇有你爸当年的风范。这些可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贴的窗花，包括这金蚕丝被，可都是寒生自己选的。这居然是傅寒生的品味，多喜庆啊！简青，既然已经跟外人说你是我们傅家的儿媳，那领证的事儿是不是该搬上日程啦？妈，你别催那么急。啊，对对对，还得看简青怎么想。简青啊，既然已经跟外人说你是我傅家儿媳，那领证的事儿是不是该搬上日程啦？妈，你别催那么急。啊，对对对，还得看简青怎么想。老夫人和傅寒生对我这么好，嫁给他，或许是最正确的选择。同意了，那我就看个好日子，俩人把证领了。今晚我真的要和傅寒生睡在一起吗？这种感觉真奇妙。那晚上太黑，我没看清，原来傅寒生的身材这么好。不行，我还怀着孕，医生特意说了不能那个，我该怎么拒绝呢？想什么呢？你是孕妇，需要良好的睡眠。我是沙发。好尴尬，原来是我误会傅寒生了。傅太太，我不是那种为了自己的私欲不顾老婆死活，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这种事儿我做不出来。等你生完孩子，养好身体，我们再慢慢来。怎么感觉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户口本还在舅舅舅妈的手上，要结婚的话，必须想办法拿回来。没想到简青居然是这种人，自己嫁到了豪门，就不管舅舅舅妈的死活了。听说他舅舅还是因为他才被人打，现在还在医院门口躺着没钱治疗呢。哎呀，他家里人可真惨呀，养了个白眼狼。不是这样的，怎么会这样？哎呦喂，大家都来看一下啊！吴乡外甥女儿简青，她为了嫁进豪门，竟然把她舅舅给打了呀！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清啊，你总算是联系我们了。你们凭什么胡乱造谣？谁让你把我和你舅给拉黑了？你现在有钱了，我们还穷着呢。一口价500万。我是不会给你们的。嘿，你个死丫头，这么多年吃我们的喝我们的，不要钱呢。你现在有钱了，就不让我们穷亲戚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给钱的话，我就缠上你。反正老娘有的是时间。哎呀，大家快来看看呐！哎呀，不孝的外甥女减轻啊！哎呦喂，快来人呐！不孝外甥女减轻，我们两口子都要掏心掏肺的。没想到他为了嫁进豪门，把他舅舅给打了呀！哎呀，可人呐！就他就是那个不孝的外甥女，医药费他是半分都不肯出啊！我们实在是没有钱治病，这才出此下策，大家给我评评理呀！是吧？哎呀，真可怜啊！分明是你们想把我卖掉换钱，你怎么能在这里搬弄是非？你现在不给钱的话，我就赖在这儿。哎呀，可怜呐，好可怜呐！真是白眼狼，都嫁到豪门了，还跟穷亲戚过不去，还把人打了一顿。别过来！别过来！哎呦！没事吧？好的倒挺利索，我还以为真病了呢。哎呦，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把我们两口子逼成什么样了？都这样了还不放过我们呢？就是他的人把我打得浑身疼啊！我们没钱治病，才出使下社，大伙儿给我们评评理呀！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分明是你要打掉我的孩子，还要把我卖给老男人。哎呦，简青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怪我们？挡了你，等阔太太的发财路。但不管你怎么爱慕虚荣，你也不能找人把你舅舅给打一顿呢。这外甥女，你能干这种事啊？就是啊，好不容易把她培养长大，现在嫁入豪门，却翻脸不认人，真是个白眼狼。我没有，你们别听他说的。他这比划的什么？咱们也看不懂哎。就是嘛。他说你想打掉他的孩子，甚至还想把她嫁给老男人。傅寒生怎么会知道我的手语是什么意思？你尽管做手语，我来替你翻译。10岁那年，你们私吞了我夫人父母的保险金，承诺会把她养大，结果却逼她做童工，为你们赚钱。12岁那年，因为洗坏你们一件衣服，你们把她赶出门，害她烧成哑巴。15岁那年，你们为了还债，偷了她自己赚的学费，甚至还想把她送进按摩店打工。18岁那年，你们偷偷篡改了他的高考志愿，甚至还想把他卖给傻子换取彩礼钱。
这女孩真不容易，这么多年受这么多罪啊！抢走人父母的保险金，还用这个女孩作为他们的血包，真是不是个人呐！我弄死你个贱人！你个贱人！你要干啥？这么多人看着呢，难不成你还要对我动手？你不是说我夫人为了嫁进豪门，不惜找人把你打成重伤吗？看来还是打不够啊！邢特助，明白。那这些就当你们的医药费了。钱，这么多钱，这回我能还清还债了。哎呀，你怎么这样？哪来那么多事儿啊？户口本呢？和户口本结婚呢，一口价500万。哎啊，500万！你疯了！这些都是给我们的。钱我已经给你们了，至于这些，一巴掌1万块，打多少给多少。啊！哎呀，不打了！不打了！走吧，我们去车上等。简称，哎呀，简青啊，你就求求情吧，再打下去你舅舅就没了。原来你们也会害怕呀，这点伤就受不了了。那你们曾经对我呢？这是妈的错，这妈真的知道错了。你就看在你爸妈走得早，是我和你舅舅把你拉扯大的份上，你就求求情吧。他毕竟是你妈妈的亲弟弟，你的亲舅舅啊。我的前半生被你们用这样的话欺负过多少次了？又来这一套，有意思吗？副总，我们在田德军家里找到了夫人的户口本，还有这个。简泽民，他不是为我捐赠心脏的那个人吗？这是爸爸。不对，这不对，爸爸明明是心脏衰竭而亡，怎么会捐心脏？简青，岳父是因为什么事情而死亡？是心脏衰竭。把他们抓起来！副总，这是夫人爸妈的疾病保险合同。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打！快说！谢思远死不了，他说他姐姐的爸爸死了，我们就能拿到钱。你个混蛋，你还怪我！要不是你当初赌博欠了一屁股债，我能想出这么个办法吗？到底是什么办法？10年前，我老公欠了100万的债，那些混混追债上门。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要是还还不了钱，就限条腿，听懂了？听懂了。我们走。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啊？那个臭娘们儿，你快想办法呀！难道只让他们卸了我的一条腿吗？休了。好，走。我记得简青他爸妈买过重疾保险，于是就串通了医院里的一个医生。医生，您看怎么样？只要愿你出这个假证明，事成之后我们给你50万。不，60万。事成之后不用你们给我钱，但我要这个人的心脏。富家独子啊，心脏衰竭，命不保矣，一直找不到合适他的心脏源。但是啊，这个人正好符合，要是治好了，傅老夫人啊肯定送我做院长，这不正好是一举两得吗？那就这么说定了。太好了。爸，为了让那份保险金成功落在我们手里，我们在水里下了致命的毒药。哲明，你怎么走的这么突然？姐，你哭了一整天了，嗓子疼，喝点水吧。啊。爸走了，我只剩你了。姐，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姐啊，姐，你再怎么样也要把简青抚养长大呀，姐。姐呀，别哭啊，我的姐。我们以简青他妈思虑过度而去世为理由，把下药的事儿隐瞒过去。怪不得当初你们没有做尸检，就草草的将他火化。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你干什么？简青，你好好说呀。简青，你前半辈子已经够苦了，我不想你后半辈子活在杀人的恐惧之中。副总，那名医生我已经让人抓了，警察在来的路上。他们杀了人，还骗取了保险金，警察自然会处理的。你相信我好吗？简青，你男人势头好大，你让他救救我，我不想挨枪人啊！
之前是我对不起你爸妈，对不起你，我求求你，我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当牛做马。让我救你，我恨不得杀了。秦特助，你留下处理。明白。胎儿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嫂子情绪受到了影响。接下来不要再有事情刺激她了。唉，难怪你只对嫂子不过敏，原来你身上的心脏是她爸爸的，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呀！我想肯定是叔叔阿姨在天上保佑自己的女儿吧。简清，所以我能听见他心里在想什么。田德军和秦桂芳已经被警察带走了，接下来我会替岳父岳母照顾你。这个是岳父留给你的房子，之前被田德军他们拿去换钱，现在我把他们买下来，过到你的名下。不客气。好，两个人靠近一点，再近一点。新娘把头放在新郎的肩膀上。我的丈夫是傅寒生，这是我前20年来从未想过的事。我本以为我的人生就此被舅舅舅妈捆绑住，可是傅寒生出现了，遇见他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遇见你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一直帮我，陆太太，光说谢谢可不够啊。那你想要什么？那得看你给我什么了。那我给你做顿饭吧。也不用。简清，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男人想要什么？我做饭很好吃的，之前都是我在做饭，我做了好多年。简清，嫁给我以后，你这双手不用再服务任何人，你只需要安心做你的总裁夫人。傅寒生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亲我。亲？看来那晚还是没教会你，你居然连亲吻都不会。傅寒生，这是在嫌弃我吗？你干什么？你那晚就是这样对我的，
我还以为你喜欢。那个，怎么？你不喜欢吗？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除了身体构造，女人会怀孕以外，还有什么是不一样的？都不一样。그대가 내 전부였단 걸 난 조금만 더 가까이 가요 단 한 번만 더 내게 가까이 와요 以后我慢慢交给你。 커져가는 내 맘 점점 이젠 떠나지 마라 이젠 행복하다 우린 영원할 수 있다는 걸 난 조금만 더 가까이 傅寒生，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你什么时候买的？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买这枚戒指。简晴，我想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你，所以你愿意吗？ 你看，这个是保佑你儿媳妇平安的，这一件是保佑你未出世的孙子平安的，这一件是保佑生产顺利的，还有这一些。我说老夫人啊，你都从我这买了这么多东西了，我这真的是被你收挖干净了。大师，我之前在你这儿求的佛珠啊。 戴上当天就有了儿媳和孙子，特别灵。可是你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嗨，这点算什么呀？大师，你再帮我算算，我儿媳什么时候生啊？好吧。是现在。 现在什么？简晴要生了，备车去医院。哎呀，谢天谢地，终于走了。你们干什么？快点！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佛祖保佑。 保佑我家简晴顺顺利利度放过这心吧，劫。干妈，我给嫂子找的那是最好的衣服，您呀就放心，就安安心心的跟咱乖孙孙正事。恭喜产妇和孩子都很平安，是个女儿。母亲呢？简晴，感觉怎么样啊？我想先见女儿。你会说话了？你会说话了？妈，她会说话了。 我会说话，为什么
我会说话。我掐指一算，这天降祥瑞，小父亲转世，是大吉之兆啊！傅远直能说话，都是小父亲赐福啊！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要烧香拜佛，我要吃素3年。行了，干妈，现在为今之计啊是带孩子，嫂子肯定是带不了了，那责任……韩生，去。对。简青啊，你就好好的养身子。我已让人把你调理身子的食材从国外空运回来了。至于带孩子的事，以后都交给韩生。老傅，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小孩的吗？真不像我认识的老傅啊。老夫人，傅寒生还有很多工作要忙，带孩子的事还是我来吧。哪有那么多的工作呀？家里的钱花都花不完，他还想挣多少呀？再说了，家里有那么多的佣人，还怕孩子没人照顾，哪轮得上你呀？哎呀，真想看老傅是怎么带孩子。你给我闭嘴！简青啊，这段时间你辛苦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哟，这条项链我在上回拍卖会上见过，当时啊被一个神秘买家买走了，我还以为是哪个大款，没想到是干妈您呀，那就不稀奇了。老夫人，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嗯，现在还叫老夫人？妈，哎，这不就对了吗？这项链呐，一点都不贵，送给我儿媳妇啊，这都不算个什么。其实生完孩子后，我都没怎么带过孩子，都是傅寒生在费力照顾。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收下这个礼物。你说这小子啊，还不错，学会了换尿裤、洗奶瓶、拍奶嗝。我呀，也给他准备了一件礼物。哎，干妈，你给老傅准备什么呀？打开看看吧。爱老婆的100个守则，如何做一名好爸爸？干妈，您这2本书啊，选得好。老傅，作为老公和爸爸，还需继续努力。孩子出生已经有3个月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完成妻子应尽的任务？这段时间，傅寒生应该憋得很辛苦吧？想什么呢？还不睡？傅寒生，你要不要上床一起睡？傅太太，你是在邀请我吗？才没有呢，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是夫妻，那我就有义务，分担你的需求问题。比如呢？哎，你别问我啦。虽然已经过了3个月，但是我是个男人，不是禽兽。不急，我慢慢来。
你上床干什么？我太太都已经邀请我了，我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我就抱着你，不动你。真的吗？嗯。傅寒少，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想。你想继续完成你的学业？你怎么知道？你是我老婆，你什么事我不知道。放心吧，入学的事情我跟你安排好了，明天就去。这么快？嗯。你怎么起这么早呀？你每天都这个时间起床吗？当然不是啊，我早上5点就起来锻炼了。怎么，要一起吗？不去了，不去了。快起来吃早餐，我送你去上学。走吧，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乖。韩胜，我下课了。好，我现在来接你放学。怎么感觉我还跟小孩子一样，还要你来接我上下学？那你可得好好习惯，我以后每天都来接你。那个女人是简青，念书的时候怀孕了，生完孩子才继续念书，不然啊，她早就毕业了。还没毕业就怀了男人的孩子，看来她背后的男人不简单啊。听说是为了彩礼钱才嫁给有钱老男人的，这跟卖身有什么区别？还好意思继续在学校念书呢，真不要脸！我们学校的名声就是被这种女人给毁掉的。就是。你们说够了没有？没有根据，就在这里空口造谣！你敢这么对婉瑜讲话？婉瑜可是程家的千金大小姐，你一个被老男人包养的女大学生，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老男人的滋味不好受吧？不过你应该也不会在乎，毕竟你要巴结有钱人。为了成为贵太太呢，别说是老男人的特殊癖好，就是浑身长满疮的赖皮狗，你也很乐意上赶着上吧？你看看，不像万寿女儿简青，为了嫁进豪门，竟然把她舅舅给打了呀！为了巴结有钱的老男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顾，你这种人还有什么是干不出来的？你们说够了没有？哎，听说我们学校有个女的未婚先孕，不会就是她吧？我要是干这种事，我爸妈肯定得打断我的腿。哎，爸妈？她没有爸妈，她爸妈早死了，靠着舅舅舅妈抚养，真是个白眼狼。学校的时候没是最差的，为了赚钱，咱们学校门口摆个牌子呢。我听说咱们学校有好多男生都光顾过，哎，我还听说他那方面的体验堪称一绝呢。哎呀，你们胡说！我觉得他们的传闻很有道理。如果不是因为床技好，你怎么会勾搭上有钱的老男人呢？哎，这种人真恶心，怎么会在我们学校？说，继续说！你们空口造我谎言，污蔑我现在就把你们录下来报警！继续说呀！你吼什么？敢做还不敢让人说了？
怎么会有这个项链？这可是收藏级别的钻石，怎么会戴在你脖子上？还给我！这个项链价值8位数，连我都买不起。你戴的是假货吧？他戴的是假货。再说你，把项链还给我！难怪会巴结有钱老男人，原来是虚荣心作祟啊！你疯了！就一个假货，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哎，哪来的豪车呀？还是连号？是哪个大人物？婉瑜，会不会是你爸来接你来了？我是听说我爸最近买了辆新车呢，啊，没想到居然开车来接我啊！我都说了让他低调一些了。千金大小姐就是千金大小姐，不像有些人为了嫁入豪门不择手段。婉瑜，你爸这么年轻，这么帅啊！他不是我爸，他是傅寒生。简清，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妈送我的钻石项链被弄坏了。这条项链一定很贵吧？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你没事就好。婉瑜减轻后面的男人竟然是傅寒生，那完了！他要是知道我们这么说他老婆，那我岂不就死定了？婉瑜怎么办？傅总，这个女人水性杨花，在我们学校的名声特别差，你都不知道是她第几个男人了。被这种女人缠上，小心得病了。你是谁？我父亲是程氏集团的总裁，和恒泰一直有合作。我呢，是最看不上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给我打！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干什么？这是夫人不必求情，这位程小姐的父亲是恒泰集团旗下的合作商，他张口闭口的辱骂您，也是借着傅家的事。我不是要为他求情，而是我要告诉你，虫子的认知里，一切都是虫；在垃圾的认知，一切都是垃圾；只有在东西的认知，一切才都是东西。尊重他人，是我们作为人类拥有美好的。你刚刚把我儿子送给你的项链弄坏，我现在还要你以礼物照亮是吗，老公？老婆说的对。不行的，副总，我没钱，我赔不起的。那就打张欠条寄到程家，顺便取消与程家的所有。不行的，副总，我爸会杀了我的，我不行的，副总。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儿。老婆，我们走。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傅寒生，我没受伤，你来的这么及时，我怎么会受伤呢？刚才你在学校门口叫我什么来着？是吗？杭景跟他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他女朋友一口一个老公，一口一个老公，可羡慕。老公。该去哄宝宝睡觉喽。等我啊，一定要等我。快去吧。这是他的电话，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呢？我还是帮他接一下吧。寒生，我要回来了。怎么不说话呀？是知道我要回来了，高兴的说不出话了。他的电话，我还是亲自交给他吧。我伺候了那么多的雇主，这有钱男人我还没见过忠诚的，哪个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呀？也不能这么绝对吧，我觉得副总就挺好的呀。就算没有，那男人心里都有个白月光，原配没法相提并论。再胡说八道，叫老夫把你全赶出去！那嫂子，你别听他们胡说。有钱男人真的会变坏，忠诚对于你们来说就这么难吗？那确实挺难。像我长那么帅，只谈一个女人，那多没意思。哎，嫂子，我说的是我又没说老顾。哎，嫂子，哎。怎么魂不守舍的？刚刚有一个电话，我想可能对你挺重要的，我就把它拿进来了。我出去打个电话，你不用等我了。快。父，我该问他了。如果我问了他，却得不到想要的答案，该怎么办？太过渴望，太过真实，就愈加不敢放肆。没事吧，这宝宝行。一天了，傅寒生都没有给我发过一条消息，难道是在忙？同学们好，为庆祝同学们毕业，学校将在3天后举办毕业晚宴。我记得上次毕业典礼还是7年前啊，
今年学校怎么突然举行毕业典礼？你不知道吧？娄学姐回来了。是那个全科第一，后来出国做科研的娄新月吗？是啊，娄学姐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人又优秀又温柔，我就是为了她才来的这个学校。哎，我听说她跟那个恒泰集团的副总关系特别好，就当初她出国的时候啊，那个副总他突然性情大变。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从小就是青梅竹马，关系特别好，估计副总会为了她参加晚宴。韩生，我要回来了。怎么不说话呀？知道我要回来了，高兴的说不出话了。娄新月，就是昨晚给傅寒生打电话的那个女人吗？她的声音真的很温柔，一定也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女生吧。人娄学姐呀，和副总是青梅竹马，副总为了她守身如玉了这么多年，却被这个女人捷足先登了。怪不得书都不念了，非要生子呢。娄学姐人长得美，成绩优异，这次回国肯定是知道副总要结婚了，专门回来收拾他的。等娄学姐一回来，这个女人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看她还怎么叫嚣。我相信傅寒生，他一定不是这样的人。这次的毕业晚会，妈给你准备了很多套衣服。举办毕业晚会的事，他为什么会知道？这次的毕业晚会是我让学校准备的，所以我会知道这件事情。副总，我先过去一趟，妈在里面等你呢。所以，这个毕业晚宴也是傅寒生为了那个学姐准备的事吗？因为是他准备的，所以他知道。哎，宝贝儿，快来！这些礼服啊，可都是寒生为你挑选的，你看看喜欢哪一条？毕业晚会那日啊，惊艳出场，大杀四方。都挺好看的，妈，你觉得呢？那就这条。我们简青啊是衣架子，穿什么都好看，但是穿这条啊，更能显示你的优势。好，都听妈的。寒生，你觉得这条呢？妈，我接个电话。是新月回来了，这回再回来啊，可不能让她再走了。那个女孩一定很优秀吧？优秀到傅寒生和婆婆都很喜欢她。看来傅太太今晚是要把我赶下厨喽。我今晚想一个人睡，你去睡书房。从接你下课到现在，你一直心情不好。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我是你的丈夫，别一直憋在心里。我该怎么开口？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青梅竹马，那我有什么资格生闷气呢？毕竟我和他的婚姻是个意外。你是想问那天电话里那个女人吗？他知道。
那个女人，你得叫她一声小姨。什么意思啊？她是我的小姨。她是你小姨，不是你的青梅竹马。你怎么不早说啊？好了，都是我的错，怪我没有早点告诉你，对不起。都怪你，就怪你。我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我心里想了10000种可能。我以为，或许你真的对他有感情，而我，只是因为孩子，半推半就的富太太。我害怕，我和你的事，只是我一厢情愿又甘之如饴的事，我没有资格责怪你。傅太太，你是最有资格的人，不管你是生气也好，还是吃醋也好，其实我内心有些自私的开心。我开心的让我忘了形，想要的更多。但是我最想要的还是你的喜欢。傻子，小猪精，我才不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傅太太，你的心事儿我都听得到。听得见，听得见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这段时间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吗？那这也太丢人了吧！傅寒生是一头猪。那你呀，就是猪的媳妇儿。丢死人了，丢死人了！芊芊，我想，一定是岳父看你过得不好，才把你送到我的身边，让我听到你的所有委屈和心事儿。你不是有工作吗？怎么来这儿了？想你了呗。这才1个下午没见了。闭上眼睛。好了。很适合你，也很适合你今天穿的这套裙子，喜欢吗？你来我这儿就是为了送这个？还想见见你，但是我还有事儿，一会儿我让秦助理送你去晚宴。你去忙吧，秦助理每天跟着你也有很多事儿的，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不是干什么事儿都要你接送的。那我走了。
他就是副总的太太。听说副总在公共场合证明过他的身份。靠怀孕攀上副驾，估计也没什么好手段吧？别说了，上次婉玉在学校门口说了他几句，就被副总打好几下耳光，脸都打肿了。怕什么？娄学姐一来，她副太太的位置就到头了，谁还会逼由她呀？简青，如果你要跟我道歉的话，那现在还来得及。没错，婉瑜那天可是因为你吃了不少苦，今天你都要原模原样的还回来。我为什么要道歉？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等娄学姐回来，不准把你赶出副驾，我看谁还愿意为你撑腰。哎，副总到！哎，副总和娄学姐来了，快看！哎呀，真好看呀！又不说人家从小一起长大，看人家才是真凤凰，比那个冒牌野鸡好多了。她就是小姨，好年轻啊，怪不得大家都把她当做了傅寒生的心上人，确实很美。傅寒生看我了，学姐也看我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过去打个招呼？会不会太突兀了？哎，不是，他怎么跟学姐戴一样的项链啊？还能怎么？模仿学姐呗。见自己得不到副总的芳心，就绞尽脑汁的模仿学姐，殊不知东施效颦，丢人的很呢。你就是简青，你好，是娄新月。还是学姐大气，对抢了自己身份的人还这么客气。学姐，我是你的粉丝，我特别喜欢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听到了好多关于你的传闻呢。这个女人啊，就是副总的老婆，靠怀孕上位的。见你要回国，故意选了一条和你一模一样的项链，但是根本就不如师姐的1/10呢。是吗？那我要谢谢你提醒我了。学姐，你这是干什么？我们简青戴什么项链，需要你这个八婆议论？他脖子上的这条项链是我送给我外甥媳妇的见面礼。我们关系这么好，戴样的项链怎么了？你是他？这怎么可能？小姨，你是他小姨。你怎么会是副总的小姨呢？我知道我年轻又漂亮，但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大外甥，不意外吧？学姐，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的话我很不喜，所以我决定好好惩罚你，拖下去，开除学籍，永不录用。学姐，我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学校，学姐不要，学姐。早就听我姐和我大外甥夸，今天一看，果然和他们说的一样，又漂亮，气质又好，连我都自愧不如了呢。学姐，你也很漂亮，还叫学姐呢，应该跟韩生一样，叫我说小姨呀。小姨，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谁要是再敢乱嚼他舌根，就告诉我。对不起啊，小姨，我之前误会你了。韩生都跟我说了，说你吃醋了。我才没有呢。唐景也有罪，跟你说那些不该说的，害你胡思乱想。哎，我不是故意的嘛，那老夫跟我不一样。确实不一样。他呀，是个不检点。老夫，你
他这种人呀，不多交点女朋友，就彰显不出来自己的身份。他就是新社会时代进步里的蛀虫，灯红酒绿下，即将变成中年油腻男的储备军。啊，学姐不带你这样的，你夸你外甥就得了，你还搞拉踩那一套，有你这么多兄弟的吗？活该！活该！建强，你是我外甥媳妇儿，这个商场内所有你喜欢的随便挑，我买单。那怎么能行？傅寒生害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不让他出点血怎么行？那傅寒生的卡？刷爆！都是新款耶。这一件，这一件，还有那件。如果喜欢的话，我们有专门的模特为二试穿。这一件，这一件，还有这件。那我给二位找试穿模特。这些都不要，送你的，还包你。不行不行，这太暴露了。听我的，我有经验。宝贝，虽然傅寒生是个正经人，但夫妻之间需要点润滑剂。这些它不是我的风格。我知道，但这不就是反差感？男人嘛，最受不了的就是反差感。我那儿有一本撩男秘籍，回头借你看看。我可是用它无数男人呢。真的？哎，少爷，我肚子有些疼，我想去上厕所。好，我陪你去。去吧，在门口等你。是你？奇怪，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看一眼。副总，不然把您卡刷爆了。以后这种小事就不用跟我说。对，等等，打个电话问问夫人在哪，顺便再充一张卡过去。明白。你说什么？简青在商场失踪了，立刻封锁商场，排查所有进出人员。快找人！等一下，
小姐，这里的都是垃圾。我说打开！小花姐，这是我们商场的新员工。你给我闭嘴！打开！打开！人呢？商场都排查完了，没有找到。没有可疑的人吗？你再好好想想。有一个人非常可疑，他明明最早从洗手间出来，却是商场最后一个走的。通知所有人，给我找！是。您害我害得这么惨，凭什么我过得这么苦？你还好吃好喝的被人捧着宠着，继续做你的富家太太，凭什么？陈婉言，你冷静一点。你知道傅寒生的手，你也知道我在傅寒生心里的位置。要是被傅寒生知道了，我不管。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这样下地狱，我也要拉你一起下去。我就要看看，我这个黑单不净的女人怎么当了傅寒生的夫人。哎，我说你们两个说够了没有？能不能别耽误老子时间啊？行不行啊？这是20万，事情办好后把视频发我。简青，我就是要让你这个冰清玉洁的贱人身败名裂。你别过来！我给了你多少钱？我连家再给你。钱算什么？老子这辈子还没有尝过总裁夫人是什么味道呢。老子今天到时候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叫啊！你叫破天，也没有人能够来救你的。没人能抵挡得住这催情药的药效。你放心，老子今天肯定喂饱你。有人说就是在这里看见夫人被送上楼，要夫人出了什么事儿，这家酒店可以关门了，明白？别动！别动！简青，你没事吧？你怎么才来呀？我的太太睡了，睡了。简青，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是怎么把他打成这个鬼样子的？我推他下面，他就动弹不了。我是不是很厉害？夸我！是催情药，夫人被人下了重剂量的催情药，看这个情况，估计是副作用。我刚刚推他下面，然后他就……简青，录像机记录下来幕后指使人的脸，是程家的千金。
废物，一个不留。明白。我好热，我想脱衣服。简静，你身上好凉快，我好想抱你。晚上我好难受，你帮我。You won't walk away. Why'd you love deception? 怎么是你呀？你怎么样？没事吧？我还以为是昨天欺负我的混混。没事吧？别动。那我去给你拿药。那倒不用了。你亲我一下。你耍我？昨天是不是你救的我呀？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啊？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呀？没想到夫人平常跟个小白花一样，私底下竟然有这么蛮横的一面。那我被下药以后，是不是很狂野呀？是挺狂野的。哎呀，丢死人了！但是我很喜欢，要不再来一次？你刚刚打疼了我，你还没欺负来着。伸舌头，好啊！你居然学会了伸舌头，谁教给你的？是小姨，小姨教我的。你要是不喜欢，我以后就不了。再来一次。不要。我们毕业啦！拜拜拜拜拜拜。傅寒生怎么还不来呀？他在搞什么鬼？
晚上，你先别说话，听我说。简晴，在遇见你之前，我以为我不会有任何的情绪波动，但是你拉住了我的手，把我从一滩死水中拉了出来。你笑的时候，你求助的时候，你委屈的时候，你怎么才来呀？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的心。你做好跟我携手一生的准备了吗？曾经我以为我的命运会被田德军夫妇所裹挟，一生不得安宁。但是命运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我有些幸福的得意忘形了。晚上，你可要牢牢抓住我，我真的很想起他。我会牢牢抓住你，不给你一丝离开我的机会。